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不伪装，赵丽颖的真我反击整个娱乐圈。这回赵丽颖又独自一人另辟蹊径了。眼看酱园弄就快上映了，主创们一个个都现身宣传，各显神通。本来说不参与路演的杨幂，首映礼这天也乖乖露了面。平时低调的很的易烊千玺，这次也现身了，没赶不来。毕竟这是章子怡的活动，安排在满也的挤出空来捧个人场。千玺嘴甜叫了声姐姐，章子怡听着乐呵，直夸她是同行里的标杆人物。赵丽颖一直不露面，看来真准备自己干自己的，这风格和她平时一贯行事挺搭调。有人讲她这是故意避开杨幂，压根不想正面碰上。这两个人只要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，不管表面多和气，总有人会抓住点啥来挑点事。明知道会这样，谁还愿意给自己添堵？没事撞上这种事。跟前辈相处，杨幂可以说是游刃有余。当年去戛纳，杨幂那情商可没得说，悄悄避开镜头，把 C 位都留给了章子怡，让她尽情风光。轮到她上台说话时，也总是姐前姐后的，现场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。路演那会儿，台下粉丝一阵欢呼尖叫，杨幂立刻比了个嘘的动作，让大家安静点。她可是个人精，心里门清，知道剧组里总得分个主次。章子怡这样的女主在场，她自己作为配角吗？安安心心当个边上的风景，给阵容添彩就成了。哪怕自己再小心翼翼，稍微选了件颜色亮眼点的礼服，都成了众矢之的，没少被人议论。大家都清一色穿黑色，她偏偏挑了身蓝色礼服，颜色鲜亮得很。有人就怀疑她是不是故意想吸引眼球，风头盖过别人，活脱脱在红毯上成了春山学的翻版。原本只是来捧个场，一下把主角风头抢了个干净。杨幂把自己收拾得特别周全，做事也分外谨慎，可再会做人，难免也有栽跟头的时候。则赵丽颖那是从一开头就直接表现出我不合群，清醒得很哪。剧组里要是大腕多，别人都能玩到一块儿去，偏偏赵丽颖还是自己待着。前阵子在拍国师电影第20条的时候，主角团合影时竟然没带上她，马丽还特意用引号把欢乐和谐点名，这不，关于孤立她的讨论立马就热闹起来了。电影火了，她也付出不少，还收获了不少人气和收益。网上有些声音就开始调侃她分不清主次。看着章子怡跟杨幂一起明晃晃的组局，感觉像是旧时光又回来了。章子怡还特意溜达到赵丽颖评论区去端水了。杨幂那边火速回应，显得热情不少。赵丽颖这头却把章子怡晾了一夜，来来回回上线好几回都没盼到回应。第二天一早才丢了俩没啥感情的表情包过去。章子怡自打经历过婚姻的那些风风雨雨，不像年轻那会子，脸上总带着那股子拼劲，成了妈妈后，人也变得温和了很多。有些时候，章子怡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还会冒出来，她可不是谁都能欺负得住。就说电影路演那会儿，大伙儿穿的都挺一致，章子怡偏不跟着来套，领口特意拉开点，袖子还动了针线活收紧，整个人看起来既精神又醒目，在人堆里一眼就挑出来了。这么一出，立马让人联想到那天芭莎晚会，拍照的时候人家直接拉下外套，露出肩膀，镜头感十足，现场都被她吸引过去了。那会电影在戛纳亮相，她觉着自己戏份被大刀阔斧减了不少，扭头当众对着全世界的记者，对导演来了一通质问，还顺带敲打了夏雷佳音，说他家戏抢了风头。如今能还稳坐大花位置的这些人，都是从刀山火海里闯过来的。
尤其像章子怡这样，纯靠一个敢字，气场强到不行，非得在风头浪尖上刷存在。小年轻在圈子里遇到他，没个小心伺候着，开罪他怕是没啥好下场。没想到呀，赵丽颖居然胆子这么大，直接当着他的面杠了上去。拍完戏歇下后，他可没主动去找章子怡搭话，反倒是姨妈踩着点儿追了上来。他在人情世故上反应慢点，可不是大家说的那种端着架子、心胸狭窄。赵丽颖一直都习惯那种清清淡淡的交际，装腔作势她可不来那一套。就算资本大佬当面儿，也别指望她会讨好的笑脸相迎。李冰冰提起她和对方刚认识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像仙女一样的姑娘飘过来，坐在我对面。我抬头看她一眼，她也瞅了我一下，俩人相视一笑。嘴笨怕说错话，干脆啥也不说，省得闹出麻烦，安静点少惹事。像宁静这种火爆性子，最早跟赵丽颖还真合不上拍，还当面杠过她几句。在遇见时就满是欣赏，早已看穿她这性格，不会说那些讨人喜欢的场面话，全靠演技和作品立足。老话都这么说，结识的人多了路子自然宽，结下的梁子多了前路就难走。大家一个劲儿扎堆建圈子，忙着攒关系网，这样一对比，赵丽颖倒显得格外直白。她早就表过态，爱生活爱工作，其他的虚头巴脑的不感兴趣。对她来说，和别人打交道不是在补能，反倒是一个人带着才能让自己真正恢复元气，调整状态。这段时间，赵丽颖一直处在舆论的焦点中，大家伙议论纷纷，绯闻转得让人都摸不着头脑。深夜里情绪还绷不住爆发了一遭，新戏一部接着一部上线，反响却都不咋地，基本上没啥水花。去年那阵子风头出尽，可接下来的热度就有点掉链子了，事后刚拿下，气势似乎就没跟上。很多人都说赵丽颖这个圆脸甜美姑娘，如今看着有些不同，以前那种软乎乎的亲和劲儿不见了，整个人显得更有锋芒，气场也更强了。在成都线下出席活动，天一热，整个人看起来状态就有点蔫儿，结果直接被说成是挂脸。明明身材饱满圆润，穿着富态又吸睛的花样新衣，还是有人揪着不放，硬说像外婆家旧床单盖身上一样。最让人郁闷的还属演技上的那些争议。宣发团队提前放出了一段赵丽颖参加庭审的戏份，她在剧中演的西林是一位先锋派作家，思想特别超前。戏里她常常需要有那种充满时代气息的大情绪和高调表述。她原本说台词时那种抑扬顿挫，确实挺贴合当时那些知识分子的范儿，给人一种冷静又从容的感觉，话说的也特明白，方便大家理解。评论区这会儿可是炸开了锅，吐槽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几乎盖过了夸她的人。有的觉得语气还成，可就是缺点情感，听着跟读书似的。不管大家说她飘了，还是有人讲她事业有点下滑，各种扎心的话传来传去，大概也伤不到赵丽颖分毫。她自己也讲过，到了我现在这种年龄和经验，也不会被网上的风言风语左右。网络归网络，现实归现实，心里的有谱。与其畏手畏脚，不如干脆得罪几个人，总好过让自己憋出毛病来。赵丽颖一向挺真实的，遇到低谷能坦然接受，走到高光时刻也不躲着自己的得意，这些情绪都放得很自然，没打算憋着自己。眼见为实，她就那样，优缺点都写在脸上，用不着再去解释啥。